我们给大家分解一下基础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给大家分解一个太阳形，一个塔式的，好不好？塔式的牡丹花，它也是非常好看的，一层一层的。还有这个太阳形的，它其实也是叫向日葵形，是一样的哈，向日葵和太阳形的是一样的。先给大家分解一朵这个塔式的。那塔式的话，它是一个我们给大家分解的话都是基础款的塔式啊。首先我们来给大家分解一下它的一个结构。首先我们要了解这个塔式的这朵花的结构。来，这个塔式的基础形，它是大概是一个椭圆形，花型是一个椭圆形啊，高的。为什么叫塔式的？它会一层一层的像一个塔一样的。我们还是一样的，把它分3层啊，分3层。这个塔式我们把它分3层去画。那第1层、第2层、第3层，每一层它都有每一层的这个特征。第一层的特征是什么？第1层它是肯定物象是虚的啊，然后呢颜色是浅的，花瓣是小的。然后第2层呢，第二层它是离我们视线最近的啊，就是这朵花这个地方离我们视线最近的，它物象肯定是实的。好，我们第2层是离我们视线最近的，第2层的花瓣是实的，然后颜色呢？颜色是深的哈，然后花瓣也是小的。相对于这朵花来说，花瓣是小的。当然我们说的小的里面也有大的，大的里面也有小的哈。然后我们第三层的花瓣物象也是实的，那颜色也是深的。物象是实的，颜色是深的，然后花瓣呢是大的。这个颜色的深和这个颜色的深是有一点区别的，知道吗？我们的颜色层次，每一色调色在中间它都会有一些变化的。好，这个是一个塔式的牡丹花，塔式。我们说的塔式的就是很多层，可能这里面也有一层一层的。那通常这种塔式的牡丹花，我们从哪一层开始画？首先我们一般都是从中间的这一层开始画。中间这一层基本上稍微下一点点，然后展开这个花瓣啊，从中间往四周去放射性的去展开这个花瓣，好，下面的花瓣我们展开到下面来，身边来就画了大花瓣，从中间来展开啊。花心在这个地方，花心这个地方的上面就是一些继续往上展开的一些虚的花瓣。好，大概的一个花瓣的一个走向，这个是这朵花，这个塔式的这朵花大概的一个花瓣的一个走向。那我们所说的这种虚浅小、实深小，它都是什么？它都是对比关系啊，它也是什么？也是变化。我们在画一朵花或者是一幅画里面，我们都要有变化，要去掉共同性，去掉共同性。假如说这朵花里面的花瓣都是一样大，在我们画的时候肯定不能画一样大，我们要画出它的变化，画出它的对比关系啊。那所有这些都是对比关系，你看里面的所谓的大和小是不是对比关系？那深和浅是不是对比关系？那虚和实是不是对比关系？对，这些都是反义词，都是对比关系啊。这些都是我们要在我们的这朵花里面去表现出来的东西。好，那这一朵这个塔式的这一朵花的话，颜色我们今天颜色看一下用什么颜色啊？用什么颜色大家觉得会看得最清楚？我们就用什么颜色，好不好？我们用一点点底色的话，还是用这个太白3绿。
那底色的话，我们可能在这朵花只有这个第一层这个最上面这里会用到一点点，这个底色，底色太白加三绿加胭脂。然后第二个我们看一下用什么颜色，用一点点鹅黄。牡丹红、曙红胭脂吧，好不好？牡丹红、曙红胭脂。这种颜色的话，这种红色的话，搭配起来，大家看得更，在讲基础的时候看得更清楚。那如果我们画作品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画出各种各样的颜色。那我们待会儿一层层给大家分解，好不好？好，首先我们来调一个底色。好，我们这个太白、三绿还有这个胭脂，我们加水调和这个底色。好，我们调一个底色，调底色只是放到一边备用哈。底色也是要调匀，我们底色是要调成这个纯牛奶状，不要太稀。那稀和浓的话，我们要看我们的画的花，需要浓的还是稀的，我们就调成怎样的。好，鹅黄，啊，今天要用的颜色，曙红、牡丹红、胭脂。这里只有藤黄，没有看到鹅黄，那用藤黄吧，没有看到鹅黄。还有这个牡丹红、曙红。好，他们还是用鹅黄，找到鹅黄，我们还是用鹅黄好了。好，我们首先来调这个鹅黄，把这个鹅黄均匀的调一层在笔肚里面，然后每一次调色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笔睡在盘子里调，这样子这个颜色才会均匀的到笔肚里面去晕上来啊，不然这个颜色一直在笔尖上不来。好，然后我们调这个牡丹红，把牡丹红也是晕到笔肚的，基本上是1/2的地方。好，我们再调一点这个曙红，笔尖调一点点胭脂。好，我们来试一下这个颜色。大家可以试一下颜色，你看这个颜色是不是不均匀？看到了吗？颜色没有调均匀，有没有看到颜色没有不均匀？颜色很不均匀，所以说我们还要调久一点哈，还要调的更久一点点。你看我刚刚已经调了那么久，颜色还没有调均匀。
好，我们调饱满一些哈，调久一点。看我刚刚调了那么久，它的颜色还不均匀，所以说你们刚开始初学者调不均匀，这个是很正常的。你看调了这么久，这稍微的才均匀了一点点，而且还不是这个笔肚里面还不是完全很均匀啊，还不是完全很均匀。所以说大家在调色的过程中一定要慢慢的调久一点点，把这个颜色调均匀了，我们画这个花才好看啊。好，基本上颜色调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可以开始一层一层的给大家分解。那首先我们在画这个塔式的时候，先分解一下花瓣吧啊。那花瓣的话，我们这个塔式的第一笔就是定这个花瓣的这个方向。那第一笔我们按照还是这个基础型的花瓣啊，侧锋行笔，笔尖在这个笔尖可以动一点点，笔肚动。这样子推一笔，侧锋行笔推，那这一个形状是怎样的哈？这一个形状我们分解开来，它的花瓣是这样的行笔哈，来这样子推过来，这边也是一样的推过来，笔尖动的比较少啊，笔肚里面动的跨度比较宽，你看像这样子，像一个扇形一样的啊，这一笔像一个扇形一样的，看清楚了吗？然后一个花瓣，这是一笔，还有两笔，一边一笔，这边可以点一笔小的，然后这边可以推一笔哈，让一笔大一笔小，这边直接这一笔是推过来的，那这笔是点，那这笔也是推的，也是推了一个小扇形，这3笔组成的一个大花瓣，3笔组成的一个大花瓣，我们要注意这两边的这个花瓣，两边的这2个小花瓣要一个小一个大哈，一个小一个大，这两边不要平均了，不要对称了，最好不要对称，不要平均。好，这个是一个基础型的，这个我们第一个花瓣都要画的。那我们画一下各种姿态的哈，一个朝左边这样子推过来一笔，然后一边一笔，一边一笔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，3笔组成一个这个大花瓣。好，我们的笔肚里面没有底色了，没有水分了，我们就加一点水分啊。我们画这种深色的特别深的这种花的话，就不要加这个底色了。我们在最上面的这个虚的花瓣，来再画一个朝右边的，这样侧锋行笔推过来，然后一边这边点一笔，这边再点一笔，一边一笔大一笔小，这样子。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行笔是这样子，侧锋推，然后这2笔都是点的，花瓣的调色。来，花瓣是调的这个有这个鹅黄、牡丹红、曙红，还有这个胭脂，非常简单的颜色。来，再画一个朝下的啊，侧锋行笔，笔尖动一点点，大部分是笔肚推一个扇形的，然后一边一笔，一笔大一笔小。这样子推过来，点，一边一笔大一笔小，这样子就是我们通常要画的这个花瓣啊，通常要画的这个基础型的这个花瓣。那这个花瓣
基本上你画的朝哪里，这朵花就是朝哪里。你如果这朵花你这样子画，那这个花可能就这样的朝向。第一个花瓣你这么画，那说明这个花是朝这边。如果你第一个花瓣这么画，这个花就是朝右边。第一个花瓣你这么画，基本上是朝下边。第一个花瓣就决定了你这一朵花的这个朝向了。好，我们再来画一下这个侧面的花瓣，侧面的花瓣。侧面花瓣就是这一朵花啊，这一朵花的两边，像刚刚这个花瓣就是这个中间的这个花瓣，然后我们要画这两边的花瓣啊，两边的花瓣，其实这个塔式也是分解之后也特别简单。两边的花瓣是侧面的花瓣，我们可以分3笔去画。第一笔还是一样的侧锋，所有的笔法都是侧锋，推过来一笔，轻轻的推一笔。然后笔尖还在一条线上，按下去一点，推过来，然后笔尖还在这一条线上，往后拖一笔。这个行笔是怎样的啊？这一条线我们最好不要太直，我们稍微的，你看稍微的有一点点弯度，也不要弯的太厉害啊。你看这个也不要弯的太厉害，稍微有一点点弯度，它的这个笔尖这里有一点点弯度。然后这个花瓣呢，每一节的这个大小和这个距离都要有不同，都要不一样哈，不要太对称了。特别是我们有些家人画这个花瓣的时候，我看了一下，很容易画成这样子，那这样子就不好看啊，这样子就错了。这个就像一个豆一样的，像一个扁豆一样。好，我们加一点水分，笔上有点干，我们加一点水分啊，加点水分，我们继续调一下颜色，调一点点鹅黄进到这个牡丹红里面。来，再来示范一下各种形状的这种反瓣啊，各种大小。那还有更大一点的哈，更大一点。那我们一笔就把它画完，不用提笔起来。我们这样子一笔把它画完，你看这个边缘稍微有一点点弯度。一笔怎么画？我再来示范慢一点，大家可以看清楚一点啊。笔尖落笔，侧锋行笔，推过来小一笔，然后笔肚稍微往上提一下。然后笔肚再按下去，再往下推，往后推过来，然后笔肚再提起来一点，笔尖还是不动，然后再往后拖一笔。好，这样子一笔，这样子一个这个侧面的花瓣就画出来了，明白吗？都是侧锋行笔啊，侧锋行笔。你看这个弯度，都是要有大有小哈，有大有小，有变化，不要画成一样大。牡丹红加这个鹅黄，然后再调曙红，然后再调一点胭脂，这样的颜色会显得很鲜艳，很艳丽。那这个侧面的花瓣，它可以各种朝向的哈，各种朝向的，这边的还是一样，按下去提起来，然后重一点按下去提起来，往后拖一下哈，各种各样朝向都可以画这种侧面的花瓣。那我们连笔来画。按下去提起来，重一点按下去提起来，往后拖一下，画出各种宽窄，这种比较宽一点点。那像这种花瓣的话，到下面侧花瓣，侧面的花瓣，如果说你在画边上或者是下面上面，那会更窄一点。这种侧瓣更窄一点，怎么画？还是一样的画啊，用笔还是一样的。我们画更小一点，可以带点钩，按下去提起来，重点按下去提起来，往后拖一下啊。笔肚往左压一下，这个压一下是笔肚，我们是怎么变化呢？我们的笔肚，你看画这个大一点的时候，这个大一点的，我们的笔肚就离纸面近一点哈，笔肚离纸面近，这个就是近一点。那画这个小的时候，那这个笔肚离纸面就要远一些。
就是这个角度，你看到没有？角度，你离纸越近，这个花瓣就会越大；离纸越远，这个花瓣就越小。所以你这个笔尖不动，但是这个笔肚要有这个提和按的这种动作，知道吗？要有提起来，你画小一点，你这个笔肚就要提起来一点，但是笔尖还在这里，明白吗？画这个花瓣的这个关键点，你看我再慢一点哈。笔尖带点勾，你看这个笔肚是离纸面远一点点哈，推过来，然后你画下一个大一点，你把这个笔尖不动，笔肚往下按一下啊就可以了。再画过来，然后你笔尖还在这一条线上，然后你这个笔肚现在往上一点点哈，再往后推就可以了。你笔尖始终保持在这里没动，只是说你画宽的时候，你把笔肚往下按一点。把笔肚往下按，本来这个笔肚是这样子的，你把笔肚往下按一点，这个花瓣这个大的地方就出来了，明白吗？明白吗？我们再多示范几个哈，多示范几个。来，带点勾，按下去，提起来，然后在笔肚离纸面再近一点，再提起来，笔尖再提起来一点，再往后拖一下哈。画出各种形状，这个花瓣大就是你的笔尖哈，就是笔尖不动，笔肚动，笔尖不动，笔肚动，明白吗？来，带点勾，按下去，提起来，然后笔肚往下再按一点点，笔尖还是不动，再往后拖，然后笔尖再抬起，笔肚再抬起来一点，笔尖还是不动，往后拖。好，这个侧面花瓣是不是就出来了？好，来再慢一点，把这一个花瓣再画一次，好不好？我们首先把颜色要调好，调均匀，3个颜色依次调到笔肚里面，笔尖里面要沾一点点胭脂，让笔尖的颜色最深。好，这样子够不够近？够不够近？好，我们再来示范这一个花瓣，你看一下这个笔尖这样子哈，带一点点勾，然后笔肚稍微按下去一点点，按下一点点往后拖，然后笔尖不动，然后这个笔肚再往下一点点哈，再往下一点点，再往后拖。好，再提起来，慢慢的提起来，笔尖还是不动哈，然后稍微按下去一点点，往后拖。为什么按下去一点点？这个地方按下去，你的笔肚，明白没有？笔肚离纸面更近一点，它这个花瓣才会越大。这个离纸面远一点点哈，你就要提起来一点点，看清楚了吗？看清楚了吗？来，再来一次，带点勾，按下去，提起来，然后再笔肚再按下去一点点哈，再按下去一点点，再提起来，笔肚再往后拖一下啊就可以了，看到了吗？这个是侧面的花瓣，那还有更小的侧瓣是怎么画？更小侧瓣为什么还有侧面花瓣有大有小？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手掌是一个花瓣的话，那这个花瓣上面这个花瓣就是正背面的，那这些花瓣就是这个侧面一点点，那这些花瓣就是再侧一点点，那还有更侧一点点，只看得到一点点侧面的花瓣的时候，我们怎么画？那我们就直接这样子往后拖一笔就可以了，直接往后拖一笔，直接往后拖一笔。当然我们还是一样的要侧锋，你千万不要中锋啊，中锋里面这样子拖，你就拖不出这个花瓣的这种形状，看到吗？我们要这个边缘始终有一条边缘是笔尖哈，然后笔肚在另一边的这种感觉有，然后这样子才有这个深浅的变化。好，直接往后拖一笔哈，更小一点，直接往后拖一遍。不管是多小的花瓣，它的这个颜色都是由深到浅，笔尖一定是要深，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笔尖要调一点胭脂，让这个颜色有这个渐变的颜色。你的颜色如果说都是在一个层次，为什么经常有跟大家讲这个颜色要在一个层次上啊？
有的家人画这个花瓣颜色在一个层次上，在一个层次上你就没有这个深浅变化了，就没有层次感了，知道吧？好，这个是小花瓣啊，小花瓣这个是第2层的花瓣。那么这朵花第3层，像这朵花第3层我们要画什么花瓣？第3层我们要画虚的，画虚的花瓣的时候，好，我们加一点底色啊。我们画这个第1层的虚花瓣，最好是把笔洗一下。那我们还是洗一下，再加底色。如果没有洗的话，我们加底色可能加不进来，还是洗一下啊。洗一下，调一点底色到这个笔肚里面去。再来给大家示范这个第1层的这个虚的花瓣。那虚的花瓣我们最好画的，虚的花瓣你就这样子大小，但是颜色要调均匀。你看像我这个是没有调均匀的哈，所以我们要调的更久一点，一定要把颜色调均匀。来，这个虚的我们就直接这么去点它，画它，要有大小的变化啊，要有大小变化，你这个要有长有短，然后你后面还可以叠加层次啊，那直接这么去点出有大小的这种变化的这种花瓣啊，直接这么去点出这个虚的花瓣就可以。那虚的花瓣最后我们还可以用反笔去调整，你去调整的时候还可以用反笔去调整它，调整这个虚的花瓣。这个是第1层的花瓣啊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底下的这个大花瓣。我们画大花瓣的时候，通常如果我们要加底色的话，我们会加更多一点底色；如果不加底色的话，我们把胭脂加的更多一点点，或者是我们用底色也可以。底色就是把胭脂和3绿再加多一点点。那如果不加底色，我们就还是一样的，就直接把胭脂加多一点。画大花瓣怎么画？我们用这种还是侧锋，笔肚基本上离纸面很近，你才能画出大花瓣。侧锋行笔像跟我们的这个第1个花瓣一样的，推过来，然后点一下，然后再推，然后旁边这里再来整理一下，然后这个缺口的地方你可以回一下笔，也可以不回，这样子就可以画出一个超大的一个花瓣啊。好，这个大花瓣还有怎么画？还可以点多了它也成了面啊，如果你用很多点去组成，点多了它也成了一个面。它有一些花瓣你这么点好看，但是不要每一个花瓣都这么去点，如果每一个花瓣都这么点，它就会显得很碎。好，这个大花瓣还可以怎么画？你还可以这么滚哈，拿着笔这样滚，滚的时候你这个笔要有这个提按的这个动作哈。有的时候你滚的时候顺便提起来，然后两边可以调整一下，滚出一个大花瓣也可以滚出来一个大花瓣。好，这个大花瓣还可以用2笔来组成。来，侧锋行笔根部下来，按下去，这是1笔哈。另外再来1笔，我们可以带一点动作，带一点勾，然后从这边出来，2笔来组成一个大花瓣。那这个大花瓣就感觉是一个褶皱了，中间有褶皱的这个花瓣啊。那还有一种这个大花瓣，还有这种像跟那个侧面花瓣有点像的，带点勾，按下去提起来，然后再重点按下去提起来，往后拖一下哈。这个是一个翻展过来的一个大花瓣，
翻展过来的大花瓣，按下去提起来，重一点，按下去提起来，往后拖一下啊，翻展过来的大花瓣。那像这一个大花瓣的话，你想到时候你画完之后，你可以在后面补充啊，在后面补充一个花瓣，那它就成了一个侧面的花瓣啊，成了一个正反瓣。那如果说你从这个它的背面再补一笔，背面再补一笔，哎，这里也可以再补一笔，那它就跟这个花瓣是一样的，这个花瓣都还可以去变化的。那如果说你在后面这里再补充一笔哈，再补充一笔，它感觉这里是它就成了一个正瓣，它就成了一个反瓣了啊，你可以灵活的去变哈，灵活的去变，当然这个颜色层次有点不分明，这个是一个大花瓣的画法。好，今天把这个塔式的给大家讲清楚。好，我们来还是一样的，一层一层的去给大家示范啊，一层一层的。我们首先我们画这个第二层，第二层它在这一个形状里面是这样的一个形状啊，圆柱形。好，我们刚刚给大家讲了，从这里出发，花瓣朝着它的中间往四周去展开，往四周去展开花瓣啊，往四周去展开，全部都是背面的花瓣。这个中间一层就定了这一朵花的定格了这朵花的基本的形状，它就是这朵花的骨架。那首先我们这朵塔式的把这个骨架定好了，其他的都好说啊。那骨架怎么画？这个全部是背面的花瓣啊，背面的花瓣，来推过来，一边一笔，一边一笔。好，这个是一个背面朝我们的这一个花瓣啊，按照我们刚刚分解花瓣的画，笔尖再补充一点颜色。然后我们再画两边的这个侧面花瓣，按下去提起来，重点按下去提起来，往后拖一笔。好，这个是侧面的花瓣。那这个侧面的花瓣，我们可以更大一点哈，让它两边的侧面的花瓣稍微有一点，在姿态上有一点点不一样。然后各大的侧瓣旁边有小的侧面的花瓣，小的侧面再有大的哈，让它有大小的这种变化啊，还有这种层次，像这个花瓣上面还要叠加层次啊，叠加层次往上。那像这个花瓣也叠加层次的时候，我们要叠的不一样哈，我们要叠的它只露出一点点哈，感觉这个花瓣跟它是叠加的这种感觉，要表达出这种叠加的感觉。好，你看这两边的所有看到这个箭头吗？以这里为中心，四周展开这个侧面的花瓣。那这边的话，我们就把它画宽一点点哈。你看这个花瓣我们画这么窄，这边呢我们就画宽一点点，让它有所不同。好，像这些缝隙里面，这边我们还可以继续来哈，继续长一点。来，这里再来一个稍微宽一点的，让它有宽有窄。那像这个缝隙里面，我们还可以再加上一些小小的，更小一点的，还有更小的哈，小的旁边还有更小的。这个就是一个塔式的搭架子，我们搭架子从这里中心点出发，然后这个花瓣要有大有小，有疏密关系，有长有短。好，我们这边再继续来，那这个侧面的花瓣我们可以朝这一边哈，朝这一边，然后再来一个跟它对面的，
让它形成一个卷瓣啊，那要有一个长，有一个短。好，这边再加一些伸出来的，这个是这个塔式的搭这个架子。搭这个架子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这个花瓣的这个大小、颜色的这个变化。来，这里再补充一些小的细节，让这里更多一点。密的地方让它很密啊，来，再来，密的地方这一块让它很密。那这里这个缝隙很大的地方，我们可以就画一些大的花瓣啊，大的花瓣，让它有一些大的空间、大的缝隙。你看这一堆，我们让它很密，很多很多。然后这里这个空间我们就这样留着，让它有这个疏密关系，也有跳出来的这个花瓣啊。像这个上面我们还可以再补充这个层次，再画一层，再画一层。啊，这些都是反瓣啊，基本上第二层就这样子就可以了。第二层画成这样子，然后把这个正瓣，这个是反瓣啊，反瓣搭架子，然后我们在画的时候把这个正瓣里面的正瓣都补上。那我们在给大家讲解这个花这朵塔是怎么画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补充正瓣，待会儿我们画作品的时候才给大家补充正瓣啊。这个是光是中间的这一层啊，中间的这一层。那我们再画这个上面的这一层哈，第一层的花瓣，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展开的，这样子展开的一个碎的花瓣啊，碎的花瓣我们要加一点点底色，然后稍微调一丁点颜色，然后碎的花瓣我们直接这么去点它。那现在我的颜色调的不是很均匀，因为我的笔里面没有洗。那我们画第一层的时候，最好是把笔洗一下，好，直接去点它，直接去很随意的去点出这种各种大小不一样的这种花瓣啊。这个是第一层的花瓣，第一层花瓣特别简单。然后我们的第三层就是这些大花瓣啊。再给大家画一次吧，再给大家画一次这个大花瓣。那我们第三层就是把这些反瓣里面补充一些大花瓣，补充大花瓣我们还是一样这样子推加点的这种形式啊，推加点的这种形式补充这种大花瓣。然后这个虚的大花瓣也可以补充这样子的哈，补充两笔来形成的一个大花瓣。然后你补完这个花瓣，如果形状不好的话，你还可以稍微的去把它改一下哈，但是不要复笔太多了，不要复笔太多。还有这个侧着的翻展过来的大花瓣，跟我们那个侧瓣是画的有点像的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塔式的分3层去画的这个分解。那我们现在把这些分解的这些花瓣来组成一朵花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把这个我们刚刚所画的这些来组成一朵花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先调一点鹅黄。先调一点鹅黄，然后调这个牡丹红，然后调一点曙红，我们先来画没有底色，好，我们先画这个花瓣来定位哈，推过来，第一笔推过来，然后一边一笔，一边一笔，这一边比较小，那我们这边可以画宽一点哈。好，这个是第一个花瓣。那第一个花瓣一画，我们就定了这个位置，大概是这个朝向哈。这个花是不是这个朝向了？第一笔一下笔就看到这个花的朝向了，好不好？
好，我们然后再画两边的侧面的花瓣啊，两边的侧瓣。来，我们从这里下笔，按下去提起来，然后重一点按下去提起来，往后拖。这个是一个侧面的花瓣啊。笔尖再补充一点点胭脂。侧面花瓣我们边上有大的，我们边上再来一个小的哈，直接来一个小的。颜色笔尖一定要是深色的哈。然后这边是比较宽的，那我们这边的侧面花瓣我们就比较窄一点点哈，稍微的窄一点点，让它不要完全一样，让它有区分开来。好，这边然后我们多画一些层次，来一点层次。你看这两个差不多大，我们要画一点破掉它的这个相同的地方。好，里面再多来一点点层次。好，这个让它感觉有这种叠加的这种感觉。好，这么多小的，我们旁边再来一个大一点的，又来一个宽一点的。来了宽一点，我们又发现这三个是一样长，是不是？一样长肯定也不好看，一样长我们把它在这个加长一点点，破掉一点点，让这个空间大，这里有疏密的这种关系。我们刚刚讲，虽然说这个花都是反瓣，但是我们一样的要有这个疏密关系。好，我们这里直接再加一层哈，直接再加。你看这一层的这个花瓣稍微大一点，我们再加一层的时候，我们稍微窄一点点哈，推过来，推加点的这种形式，还是一样推加点的这种形式去加这个花瓣啊。然后这里也是一样，再加一层，再加一层。好，补充颜色，补充一点鹅黄加这个牡丹红，鹅黄加牡丹红，然后曙红，笔尖蘸一点胭脂，笔尖蘸胭脂。好，花心基本上现在可以看得到花心的位置了，花心基本上是在这个位置了啊。现在我们看得到花心的位置，那看到花心的位置，我们其他花瓣就由着这个花心来展开其他的花瓣，好不好？那这边的花瓣都比较碎哈，都比较小，那么这边的我们都要比较大一点点哈。好，这边你看都稍微的宽一点点啊，让它两边有所区别。那两个都差不多宽，中间有空间的时候，我们也要补充一些小的花瓣进去，让它有这种大小的这种变化啊。那虽然说补充进去，我们也补充，还是一样补充稍微的宽一点点，让它跟这边的花瓣还是有这个明显的区别。好，这个大的旁边再来一些小的，让它层次更多一点点。好，这个是上面的一部分，那我们还有一些往下展开的，你看一下我们这个第二层的这个花瓣的一个走向。那你看下面这个上面的我们都画了，两边的还有这个上面的我们都画了，那还有往下展开的，往下展开的。好，我们笔肚里面没有水分了，我们再补充一点点水分啊，补充一点水分。然后我们下面展开花瓣，那展开花瓣的时候，我们一样的要有这个大和小、宽和窄的这种花瓣的。那我们先画一个大的哈，先画一个大一点，大的旁边我们马上要来一些小的，大的旁边马上要来小的，笔尖要不停的加颜色啊，笔尖要不停的加，来小的旁边再来一个小的哈，再来一个小的，笔尖要不停的补充。来，我们来一个反过来的哈，来一个反过来的，
来一个反过来的，然后又来一个正面的啊，正面的往下，稍微长一点的，让它有长有短，你看有大有小，有长有短的这种变化在。好，再补充一点颜色，补充一点颜色。补充一点颜色，然后你看这边这么多都是朝这个方向的，那我们一样的在这里也来一个朝这边的哈，也来一个朝这边的。那像这里有一个小的缝隙里面我们可以去补充一些小的花瓣进来，笔尖再补充一点点深色。好，这边的花瓣基本上可以了，然后我们再看这一边。笔尖补充一点胭脂，那这一边出笔下来是一个大的，这边我们出笔下来就来一个窄一点的哈，让它两边有变化啊，两边要有所不同，两边要有变化。好，这里再来一个宽一点的哈。好，我们这个架子基本上就搭成这样子哈，中间的这一块这个架子我们就搭成这样子的。好，我们的颜色调好之后，我们来这一步来补充正瓣，我们最深的地方可以加一丁点这个黑色啊，加一丁点这个黑色，不要太多了。来补充里面的正瓣啊，像这些缺口里面我们直接填上，小的缺口里面我们直接填上啊。来，从这个笔尖在这个两个缺口最深的地方侧锋行笔啊，侧锋行笔，这样过来，这样子就补充了一个正瓣哈，补充一个正瓣。你看，自然的提一下笔，有一个小的缺口，笔尖再来一点点。来，这里可以补充，这个缺口很大，我们可以补充2层，先补充1层，然后再补充一点点颜色。笔尖还是在最深的地方，我们再补充一个大一点的，大一点我们推过来，再点一下，然后再推，这样子就不往它包过来。然后这边我们可以再太平的话，我们就调整一下啊，调整一下下。好，这个是补充里面的正瓣。现在我不管花型，你们现在画的时候就不管这个花的花型是怎样了。好，像这些缺口再继续补充。我们现在不管花型啊，不管这个花型长得是咋样，我们就是把这些花瓣里面的正瓣都填上，而且我们填的时候要有大有小。你看这里有小的，填的小的是不是？这里填了一个小的，这里是不是就马上填了一个大的？那这个缺口也很大，那么这个缺口本身我们也要填一个大的，但是因为这里有一个大的，所以我们要把它变成小的。所以我们把它变成2层啊，2层。好，把这个花瓣变成小的了，好不好？
来，我们继续来补充，像这一个，那我们待会儿这个缺口里面我们要补充的，我们再去补充。现在我们就按照我们的这个画的这个规则哈，大小，然后这里我们包过来，但是不要超过它，不要超过这一个花瓣，不要超过它，那就全部都齐了，也不好看。我们要有大有小有变化，这样子才好看啊。这样子层次才会显得更多更丰富。好，我们继续来补充颜色。好，我们继续来补充。我们根部直接用这深色填上，然后这一缺口这里还是一样的侧锋填过来。像这些小的缺口，我们没有办法大笔一挥，只能这样子细心一点的把它填上哈。好像这里又有，你看这里有几个碎花瓣，那这里是不是又来一个要来一个大的花瓣呢？要来一个大花瓣啊！先把这一边画满之后，然后再把这一边再调整一下啊，再调整一下。好，这边就来一个大的花瓣。好，再来补充颜色，补充颜色。笔尖调一点点黑色。你看这两个反瓣是对着的哈，是对面的，所以我们要把它补成一个卷瓣，先把这一边补好，然后再把这一边调整，沿着这个花瓣的边缘走哈，这个笔沿着花瓣的边缘走，你看这里就是一个小的一个卷瓣了。好，笔尖还是在这个。把这个缝隙里面最深的颜色用最深的颜色给填上，然后笔尖露出来，笔尖在侧锋行笔，笔尖在最深的地方侧锋行笔走过来，的时候可以停一下，不要让这个花瓣太圆了。你看我们动一下这个边缘，它会有一些这种。好，我们这一边的已经补完了，是不是？那我们现在笔上有一点点干，还是一样的，侧锋笔尖在这个缺口最深的地方，侧锋行笔去补充这个正瓣，补充正瓣。好，一样的哈，缺口最深的地方行笔。那这个我们就直接这么补出来吧，补出来。笔尖加一点点黑色，来，一样的侧锋行笔，补充一个小小的一个正瓣出来。好，前面一笔小，那后面一笔就要稍微大一点点，把它包过来，是吧？让它包过来，让它有大小的这种变化。好，这边一样的，这个大一点，我们要补充大一点的这个花瓣来，让这个花瓣有大小的这种变化，好，根部的地方有一些小的缺口的地方，我们直接用这个最深的颜色去补上啊，它。好，这小小的这些侧瓣里面也是一样，补上正瓣，侧锋行笔，补充一个小小的一个正瓣啊，这里也是一样。那前面一个更小，后面一个就稍微的大一点点啊，
好，我们把这个所有的露出来的这些反半里面的正半都补上，这样子大家思路才会更清楚啊，思路才会更清楚。好，我们继续调色，继续调色，调饱满一些，你到时候干的时候它才不至于白。那你调饱满一些，它干了之后它会变浅一点点，但是它不至于白。你变浅了之后，但是你画去裱了之后，它的颜色又会变深一点点。好，这个根部稍微的补充一点点最深的颜色，然后笔尖在这个缺口最深的地方侧锋走过来，补充一个正半。好，缺口最深的地方，好，这里来一个大的花瓣，小的花瓣一直说小的花瓣后面就有大的花瓣，让它有大有小有变化。这个花瓣的姿态有一点点不是很好看啊，不是很好看也没有关系，当然不一定说每一个花瓣都要那么完美，不可能都是那么完美的啊。一个两个一个半个的花瓣没有画好，这个在一朵花里面它不是问题。好，这里再补充一下。好，基本上所有的这些反半里面的正半都已经补充上了哈。哦，还有一个没有补充上，还有这里还有一个，这里还有一个反半，我们来补上一个正半啊。沿着花瓣的边缘，从第一个缺口到第二个缺口停。然后从第二个缺口，然后再沿着花瓣的边缘再走，走到这个缺口来，再点一下这个缺口，再补充一下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顺便有一些缺口的地方，我们可以回一下笔，像这些都可以回一下笔啊，回一下笔表示这个花瓣的一个褶皱的这个地方。像这些也是可以回一下笔啊，回一下笔。那基本上现在所有的这个反半里面都补充上了正半，这个小小的侧半里面我们也可以补充一个，那像这些缺口，里面我们可以直接补上花瓣，不要露出这个小的缺口在这里。待会儿我们后面再该加花瓣的时候加虚的花瓣。对，我们先把这个上面的虚的花瓣加上，虚的花瓣我们要把笔洗一下啊，把笔洗一下，画大花瓣。我们先把这个上面的虚的花瓣画了之后，我们再画大的花瓣。那我们画虚的花瓣，我们把笔先洗一下啊，洗一下笔，把笔洗干净，然后我们调我们之前调的这个底色，看到吗？调这个底色。调底色，然后刮掉笔上多余的底色，调一点点颜色就可以了。调一点点颜色，来，我们刚刚调了底色的，调了底色，然后调一点点颜色，笔尖还是要有深色啊。这里是花心，那花心的边缘这里还是要有一点点稍微深一点的花瓣啊。离着花心近一点的地方，这些还是要有这种正反半的这种感觉，稍微的深一点点，哈。那这个地方还是深的，颜色不均匀哈，颜色不均匀是不行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我们的这个虚的花瓣啊，调一点点颜色，笔尖调一点点颜色就可以了，要调均匀哈，要调均匀。来，这里直接来一个大一点的，笔尖要有颜色啊，笔尖不能一点颜色都没有。好，这个虚的花瓣啊，点点点哈，直接这么去点它，来，直接这么去点它。好，这里来一个大的花瓣，
笔肚里面没有底色，我们再加一点底色，加点底色，调一点点这个笔尖，调一点点颜色就可以了，画出这个虚的花瓣啊。来，我们后面再来加一层，让它的层次多一个层次啊。好，这个虚的花瓣。好，这个是上面这一部分的这个虚的花瓣啊。好，这个是虚的这一块，那虚的这一块你们可以深一点点，可以深一点点，不要那么相差那么远的话，我们的笔尖上再蘸一点深色，把这个根部的地方再把它补充一下啊，把根部的地方再补充一点，就是根部不要太弦虚太大了，就没有衔接上啊，没有衔接上感觉。所以我们的根部的地方可以把它再补深一点点啊，稍微的补深一点点。像这些有一些根部跟花瓣衔接的地方，花瓣与花瓣衔接的地方，根部稍微的加深一点点。好，这个上面的花瓣我们就是虚的，就不用看清楚它的花瓣，不需要看清楚它，像这个地方正反瓣都看得清楚，是不是？那我们这个地方是不是正反瓣看不清楚了？是不是看不清楚了？没有，不用它看得很清楚。好，我们加一点点这个黄色，加一点底色，加一点点黄色，然后我们来回一下笔，回一下笔。稍微的回一下笔，稍微的回一下笔啊，稍微用一丁点这个黄色来回一下笔啊。稍微用一点点黄色的来回一下笔。好，这个上面这个虚的花瓣我们就这样子处理好了。这个虚的花瓣出来之后，这个花是不是马上变得灵动起来了？好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？现在我们就是调整花型了。我们看一下这个下面，我们哪里还需要去加一些花瓣？你要规划一下，你要把手指来画一下，试一下，画一下试一下，加了好不好看啊？如果加了不好看，我们就不要加。那我们加这个大花瓣的时候，我们的颜色要更深哈，更深，我们调的更多一点，把胭脂调多一点哈。笔里面要有水分，笔里面不要有太白，不要有太白哈。颜色要调的很饱满，很饱满。然后多调点胭脂，让它更黑一点。多调，因为底下这个花瓣它肯定是让它越深越好。蘸一丁点这个黑色就可以了，不要太多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，我们是不是要来一个花瓣？来，直接在这里补充一个花瓣，推加点哈，推加点的这种形式啊，去补充这个大花瓣。顺便的就回一下笔。来，我们这个小的缺口，我们稍微的补充一点点花瓣过来。好，这边就已经很满了，很多了。然后我们这边看一下这个花瓣怎么补充，看一下这个花瓣需不需要补充。再来补充一点点胭脂哈，再来补充一点胭脂。
我们这边来补充一个从这样子来的一个花瓣啊，这样子来的一个花瓣。好，补充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花瓣。那这样子补充了之后，你再看花型的时候，它是不是有点长方形？有点长方形，所以我们要调整，要继续调整它的花型，补充颜色，补充颜色，要继续调整它的花型。那我们这里再来一些花瓣啊，这个地方再来几个花瓣。推加点哈，推加点的这种形式啊，推加点的这种形式去补充这个花瓣。好，这里补充了之后，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花型，哪里需要去补充？感觉要把这里鼓出来，或者是这里大出来才好。这一边还是平的，这一边平的，这边平的，我们是把这个花瓣加大，还是把这个花瓣加大？我们来看一下啊，看一下是加哪个花瓣好。现在是调整整个花型的时候。好，把这个花瓣加大啊，把这个花瓣加大。那这个花瓣加大，我们就要把它包过来，从这里包过来，把这个变小，把这个变大。好，来高一点，是不是太大了一点点？是不是那个花瓣太大了一点点？太大了一点点没有关系哈，太大了一点点没有关系。我们看一下这个下面还要怎么调整一下。这个花瓣我们再加大一点，这个花瓣加大一点。好，基本上这个花我们就可以了。下面有一点点平哈，感觉下面还有一点点平呢。感觉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点平，是不是有一点平？有没有一点平？
就是要有这种，我们一朵花里面要有这种虚实，花瓣要有大有小，颜色要有深有浅，物象要有虚有实，这样子这一朵花它出来了之后才会更加好看啊，更加好看。这种花其实也很常见啊。好，我们画花心分5组，下面2组，一边一组，中间一组，像这样子分好之后，花心朝里勾一点点啊，带一点点勾。今天这朵花其实蛮好看的，很自然的这一朵花。